你真的了解沉睡的预兆吗？关于沉睡的预兆背后的故事，你又知道多少呢？接下来咱们就看一看沉睡的预兆到底是个什么鬼。首先你要知道，眼前这位就是沉睡的预兆，他来自我的世界模组，目前下载量已经接近5万。其实啊，沉睡的预兆是一个非常孤独以及寂寞的生物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迷失的灵魂，它只是以一种高大扭曲的人形出现，它会随意出现在我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。但是吧，它又不会像大多数生物一样无情的猎杀玩家，它喜欢以不可预测的行为模式出现，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沉睡的预兆有好有坏。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到底分为几种形态。首先第一种，我认为是最友善的形态，遇到这样的预兆你真的是赚翻了。仔细看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预兆小手一伸一拧巴就变成了钻石。那么第二种预兆自然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预兆，这种预兆那自然是恐怖之极呀。虽然它的模样跟好的预兆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它性格之孤僻，行为之凶残，最大的乐趣就是追杀玩家。但是吧，据我观察，这种预兆呢好像也分等级。这个预兆呢很明显它不会释放肉刺，只会一些拳脚功夫啊，看来并没有凶残到极致。当然了，它也会释放一些跳跃惊吓，像这种惊吓呢，我们只需要按下 ESC 键就可以退出。第三种预兆，我甚至在生存模式中都没有见过，那就是跳舞的预兆，你们见过吗？伴随着动听的音乐，沉睡的预兆翩翩起舞。这种预兆呢，我感觉一般也不会进攻玩家，因为它在跳完舞之后呢，就会立刻破坏地形。从画面上不难看出啊，这个破坏面积还是非常大的。那么最后一种预兆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会打招呼的预兆。这种预兆呢，我喜欢叫它慈善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呢，你们先看我手中拿的这个是什么？浆果点心。这个东西可以合成，把它呢给预兆吃，预兆就会给你回报，小到苹果火药，大到钻石块以及下节合金锭。你看吧，吃到点心的预兆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呀。随后呢，我也是对这种预兆呢做了一个测试，如果玩家不小心误伤了它怎么办？这种预兆呢并不会攻击玩家，而是像画面中一样消失不见。那么孤独的预兆我们该如何拯救呢？首先这里呢要用的一个物品那就是相框，这个相框呢也是可以合成的，至于怎么合成咱们一会儿再说。现在咱们先来演示一下如何拯救沉睡的预兆。打一下预兆，预兆暴怒，然后暴怒的同时呢，我们把相框递给他，拿到了相框的预兆呢瞬间变得冷静下来。这时候呢，在我们的左边会出现预兆所说的话，他会不停的说，一直在自言自语，大概意思就是照片上这些人是谁呀？他们怎么看上去这么熟悉呀？然后呢，回忆即将拉开，可能就是在某一天啊，预兆失去了控制，然后呢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。当他看到这张照片之后呢，他感觉他不应该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到我的身上，更多的是对以前自己的行为的一种检讨。最后呢，他就恢复了理智。在临走之前呢，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礼物，也就是现在我手中拿的这把武器啊，类似于一把大斧头。主要寓意呢，我猜测可能就是用这把武器呢对付一些曾经被他感染过的生物。你们看啊，攻击伤害可以达到29。行了，最后呢，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相框呢到底该如何制作。制作相框呢，我们需要4个白色碎片，4个白色碎片需要通过4种方式来获得。首先第一种呢，就是通过这种会给钻石的预兆我们来获得，只是这个概率吧多少是有点低呀。我也是尝试了好多次啊，终于是获得了1个碎片。你们看，就是地上这个白色的东西，特别小，但是必不可少。第2个碎片的获得方式呢，是要通过这种打招呼的预兆，这个碎片呢也不太好获得。友情提示啊，多制作几个浆果点心吧。那第2个碎片长啥样呢？就长这样。其实4个碎片呢都差不多啊，要仔细分辨。第3个碎片的获得方式呢比较简单，要通过这个怪来获得，也就是被预兆感染的末影人。这个家伙呢比较好对付啊，只有120颗心，而且这个掉落率呢也是非常之高，反正我就打了1只它就掉落了。那么最后一个碎片的获得方式呢可谓是最难的了，我们必须要击败沉睡的预兆本体。反正我在创造模式下呢使用 U 喷啊，一段时间后根本拿不下它。首先呢，预兆的碰撞体积呢非常之小，在它的脚后跟上只有1乘1。第2个就是它喜欢释放肉刺，这些肉刺呢抵挡了大部分的伤害。第3个就是预兆可以破坏地形，你打它它就破坏，而且破坏的地形呢是越来越深。如果是在生存模式下，你很难跟着它一直往下走。最后呢，我也是做了一个尝试，那就是在高处用狙的话能不能拿下它。我只能说改到生存模式之后呢还是非常有难度的，它的这个肉刺呢简直是无处不在。至今呢我还没有发现可以有效拿捏沉睡的预兆的方法。如果你有方法，可以在弹幕上或者评论区分享出来。那么以上内容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现在你对沉睡的预兆了解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最后呢我还要强调一下，关于沉睡的预兆的掉落物，我们并不需要击败预兆才能获得。首先呢，你要制作一个电子爪，也就是现在我右手戴的这个东西。有了这个东西呢，对着沉睡的预兆的脚后跟一顿挠，就可以得到它的掉落物。这些掉落物呢可以制作装备，只是这种行为呢比较危险，说严重点可能还有点费命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自己斟酌自己把握，拯救预兆势在必得。